是天庭？我穿越了！居然还是天寿宫一个看大门的天兵！我去，不要啊！这个时间点，孙悟空还没有大闹天宫，以我现在的身份，到时候直接成炮灰了。一、感应到宿主开始上班，激活朝9晚5打卡系统，按时上下班，认真完成好工作，各种体质、神通、法宝。系统，这下有救了！打卡！天寿宫打卡成功，宿主首次打卡，奖励9转玄功。9转玄功，这可是洪荒世界中最强的炼体功法，开天大神盘古所创，修炼到极致，可以以力正道，准大了！见过天蓬元帅，本帅找公主叙旧，尔等速速让开。没有公主的命令，我等。那是针对普通人的规矩，上神您当然是想进就进。您请。丁，检测到朱刚烈违反天规，意图强闯天寿宫。身为宫阙守卫，其宿主即刻做出选择：一、坚守职责，何之阻拦朱刚烈，奖励炙烤马豪本源；二、苟全自身，放任其闯入，系统缠绵千年。什么？蓝金仙巅峰的天蓬元帅，不是嫌活得长吗？可系统奖励也很丰厚啊。丁，检测到朱刚烈即将闯入，请宿主立刻做出抉择。赤斗马猴乃是4大混沌魔元本源，与灵明石猴孙悟空平起平坐。一旦融合这份本源，便能彻底催动9转玄功，逆天崛起，挣脱炮灰宿命，登临强者之列。来日甚至足以碾压孙悟空。富贵险中求，干了！我选一。天寿宫重地，非天寿公主同意，否则不得入内。叶枫，你疯了！这可是掌管10万天河水军，拥有金仙巅峰修为的天蓬元帅，一根手指头就够杀你100次了，你也敢拦？你敢拦我？一个小小天兵也敢阻拦本元帅，我看你是在找死！没错，叶枫性命可舍，但天庭律法公规戒律绝不可破。叶枫简直是疯了，连我都不敢阻拦天蓬元帅，他哪里来的胆子？可别因为他的鲁莽连累我们所有人。我刚刚故意声音很大，远处的金甲天将都能听到，天寿公主应该也能听到。只要她出来，朱刚烈绝对不敢杀我。公主，你可一定要来啊！我的小命就靠你了。好，好，好！既然你执意找死，本帅便成全你。这天寿公主不会不在吧？公主，你再不来，你忠心不二的守卫就要被人杀了。住手！不对啊！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炙烤马豪本源。朱刚烈，你好大的威风！哪有？没有，天蓬元帅，我这天寿宫是能随便进的吗？天庭有明确规定，你是忘了还是知法犯法？朱刚烈在天宫就是出了名的好色，时常调戏一些宫娥，举止轻佻。他来闯天寿宫，必然是心怀不轨。幸亏有如此忠心不二的天兵。刚刚的演技毫无瑕疵，公主不会不给我点好处吧？再加上赤多马猴本源，赚大了！公主您言重了，只是许久不见，怕公主您生病了，特来探望。探望？我这殿门守卫尽忠执法，按照天庭规矩办事，你还想杀人灭口？乔公主说的，哪有这么严重？我就是跟她开个玩笑而已。是吗？那当然，俺老朱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小兄弟？老子才不是一个猪的兄弟。
不过形势比人强，要见好就收。是。既然如此，本公主就不追究了。但是若有下次，我必告上凌霄宝殿，请父皇做主。这是当然，这是当然。我就不打扰公主休息了，告辞。你叫什么名字？禀公主，叶枫。刺灵果。谢公主。爹，下午5点已到，继续工作，奖励减半。请问宿主是否打卡下班？准时上下班，人性化，我喜欢。打卡下班。爹，宿主打卡下班成功，奖励神元丹10颗，地煞3术任选。每一颗都能增长10年修为的神元丹，还有神通，赚了！赶紧回去消化吸收一下。这小子跑得倒是挺快。得罪了天蓬元帅这种大人物，跑哪里去都没有用，等着看吧。系统，给我领取赤壳马猴本源。爹，恭喜宿主获得赤考马猴本源1份，请问是否进行融合？融合，正在融合中。撑住，一定要撑住！为了获得这赤地马猴的本源，我已经得罪了天蓬元帅，若不能变强，日后必定死得很惨，必须坚持住。给我融！融合成功了，太好了！我感觉整个身体都产生了质变，而且我还直接突破到天仙境界了。除此之外，灵气吸收速度也快了许多。原来这就是天赋绝顶的感觉，赶紧修炼九转玄功试试。这就是混沌气，每一炉都重到1万钧，连发丝这么粗的一点点，都能压塌1万丈大山，竟然直接被引动过来炼体，太逆天了！开始修炼。若是之前的我，承受这一缕混沌之气，马上就会身躯炸裂，魂飞魄散。好在，我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连极品灵气都无法刺穿，看来我的肉身已经强大到连极品灵气都无法刺透的地步了。刀劈难伤，水火不侵，不惧雷劈。还有地煞72中的3项没选。系统，我选大力、神行和丹山。丁，恭喜宿主选择成功，已完全掌握大力、神行和丹山3道术法。大力可以增加自身的力量，一力降10会，战力必然大增。神行可以提高自身的速度，丹山是种攻击手段，可以移动大山攻击敌人。如今我远胜往昔，可以出关了。大人，已经1个月了，这小子就是畏罪，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哼，得罪了天蓬元帅大人，哪有一直闭关躲下去的可能？我们闯进去，教训教训他！躲完了，想逃去哪儿？好恐怖的气势，这是什么情况？啊！吕哥，不是说要收拾他的吗？怎么突然停下来了？吕哥，今天是领俸禄的日子，那小子好像是去俸禄殿了。白日做梦，竟然还想领俸禄！走，
带你们去看好戏。姓名：叶枫。这话是什么意思？叶枫玩忽职守，俸禄扣光。我玩忽职守？对，你玩忽职守，俸禄扣光。刚刚还敢在我面前虚张声势，现在看你怎么办？看你有些不服气呀。巡查官，过来。大人，叶枫30日前迟到早退，擅离职守，按规定扣光本年俸禄。这些人狼狈为奸，合伙起来想要欺压我。叶枫啊，叶枫，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一个小小的天兵，不知天高地厚，连什么大人物都敢得罪。原来这些人因我顶撞了天蓬元帅的事，故意来针对我，想要获得天蓬元帅的好感。你们这些狗腿子，还真是当得挺称职的。大胆！你一个小小的天兵，也敢对我们出言不逊？一群狗东西而已，有资格被当人看？我不相信整个天庭的人都要去巴结天蓬，更何况我如今已是今非昔比，也需要个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以获得天庭的重视。玩忽职守，出言不逊，诋毁上司，当诛！不用扣这么多冠冕堂皇的帽子，不就是想针对我吗？有本事就来试试，看你是找死！天仙修为啊！他居然有天仙初期的修为！叶枫从下界被接引上来，不过100-200年就有了天仙修为，绝对不是能轻易得罪的。今日之事，我可既往不咎，就此作罢。你不追究，老子还要追究。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给我镇压！怎么可能？我死！饶命啊！我也是听命行事啊！哼！跑得掉吗？叶枫，这是你逼我的！天一真水，这门天赋神术天一真水，每一滴都堪比一面湖泊，整个水盾合起来，如同一片汪洋大海，绝对能挡住这一击。雷电之力乃水的克星，叶枫简直是失了智，才会试图以水盾来阻挡我的紫电雷龙。这怎么可能？还想跑？爹，
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神器电光锤。叶枫，饶我一命，求求你了！电光锤我不要了，归你了！糊涂，杀了你，电光锤也是我的。太霸气了！发生何事？如此喧哗！巨灵神，金仙巅峰，乃是天庭中极少数忠心耿耿、效忠玉帝的仙神。我的机会来了！禀上神，卑职乃天授卫队3队天兵叶枫，1个月前曾阻拦天蓬元帅进天授府，结果今日被俸禄官吕元化、巡查官金甲天将吕定3人联合欺压。如何个欺压法？今日乃卑职领取俸禄之日，巡查官与俸禄官吕元化勾结，污蔑卑职玩忽职守，想要扣光卑职本年俸禄。卑职据理力争，这3人反倒对卑职起了杀意，想要杀人灭口。一番战斗之下，那3人已被卑职斩杀。他所言是否属实？禀上神，叶枫所言句句属实。为人臣子，就该全心全意替君分忧，而不是包藏异心。这些人趋炎附势，颠倒黑白，想要趁机巴结天蓬，简直是破坏季风，拉帮结派，扰乱天庭。将此事昭告下去，若再有这种事发生，全都拉上斩仙台，以儆效尤。血气旺盛，肉身强横，未来拥有无限可能，又没有复杂背景的潜力股啊！若好好培养，天庭今后必然会增一位顶梁柱。不错，起效果了。一番大闹之后，终于引来了个刚正不阿、不为天蓬身份的大人物过来。既然你有天仙境界的修为，按照天规，从今往后，你就是天兵统领了，管理100名天将，1万名天兵。统领，管理1万名兵，身份地位瞬间激增啊！谢上神。不必谢我，我只是按天规办事。这是你的战甲和身份令牌，今后天庭的西北角天寿宫周围一片的宫殿和灵山就归你管理了。享受天庭的俸禄，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天庭效力，莫要被那些歪风邪气给影响。谨遵上神之命。那就好。这就是我的新府邸，不仅金碧辉煌，占地广阔，而且灵气浓郁，不错不错。在这修炼1天，顶得上外面7、8天。我如今的属性可以说发生了质的飞跃，彻底脱离了之前的普通天兵身份。差不多到上班时间了，去打卡。打卡成功，奖励仙元丹3颗。这仙元丹1颗就能增长1000年修为，看来随着我修为和职位的提高，每天打卡的奖励也会随之提高。不错不错。叶统领，见过长公主。叶统领真是深藏不露啊！公主说笑了。叶统领，来我天寿宫坐坐吧。这无需顾忌什么，若是谁问起来，就说是本公主邀请的。谢公主。叶统领，你修炼多久了？回公主，从下界飞升至今，约有200年。200年便从人仙修炼到天仙，这等天赋在天庭之中也属罕见。叶统领明明有天仙修为，为何之前要隐藏起来，当个普通的天兵1、200年呢？其中缘由，也是一言难尽。公主可愿听在下弹奏一曲？你会？略懂几分。丁，下午有事已到，宿主是否打卡下班？继续工作奖励减半。公主，天色不早了，容我先行告退。好，那来日我们再讨论琴曲。
打卡下班。丁，打卡成功，奖励地煞3数任选。照这个进度下去，不用多久，我就能凑齐地煞72数了，修为每日也都能大涨，爽！1年了，我天天打卡，如今已经是天仙圆满，九转玄功也来到第3层，和天寿公主的关系也越发亲近。确认打卡，打卡成功，宿主打卡1周年，奖励1周年打卡大礼包，是否领取？领取。丁，打卡大礼包领取成功，奖励天罡36法之翻江搅海，金仙修为提升卡，金仙体验卡，凝聚混沌未开时最本源的天地之力，力无副作用，将你全方位都提升到金仙境界。天罡36法，金仙修为提升卡，赚翻了！叶枫，你来啦！见过公主。都说了不必拘礼，你之前说的7弦琴已经做好了，快来弹给我听。公主，公主，天蓬来找你了。这天蓬喝起酒来什么都不管不顾，前世记忆中就是因为醉酒调戏嫦娥，才被玉帝以这个借口打下人间去了。丁，检测到天蓬元帅欲强闯天寿宫，宿主身为此区域统领，请做出选择：一、尽职尽责，挡住天蓬元帅，可获得极品先天至宝式神枪天罡36法之纵地金光；二、视而不见，宿主接下来100年时间将无法获得上下班打卡奖励。我选一。元帅，没有公主手语，不得进天寿宫。哼，我乃天蓬大元帅，整个天宫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敢拦我？天寿宫不可随意进出，这是天规。狗屁的天规！我乃人教3代弟子，天规能管我？天蓬，你又想强闯我天寿宫，小心我告诉父皇！少拿玉帝老儿来压我，俺怕他个球！今日俺就是要跟你共度春宵，玉帝能拿我怎么样？你先走，我挡住他。你不是他的对手。敢抢本帅女人，我弄死你！使用金仙修为提升卡。丁，金仙修为提升卡使用成功。叶枫，这里危险，你快走！你先走。那你自己小心。哪里走？翻山！找死！天河道观！御风！这天河之水乃弱水，有血有肉的生灵，要是被淹没进去，不出片刻便会魂飞魄散，恐怖至极。若非我有赤达马猴本源，即便弱水散离出的气息，都会对我产生极大影响。这天蓬是对我下杀手啊！今日就算杀不得，也要扒他一层皮下来。你这小白脸儿，抢我小娘子，死来！御风！九转玄功，给我滚！这叶枫恐怖如斯！该死！还怕你不成？
这天蓬能被玄都大法师看上，实力果然不同凡响。也就是我身具赤阿玛猴的体质，加上九转玄功第3层的强横肉身，才能扛得下来。再来！怎么可能？这叶枫怎么可能如此恐怖？光是这血气，就让我感受到无法抗衡。天蓬元帅可是太清圣人门下玄都大师的弟子，极限巅峰境界强者，难道今天要命丧于此？给我死！小白脸儿，这是你逼我的！翻江倒海！这弱水专门消融生灵血肉，即使是金仙也撑不了1时3刻。圣人门徒终究是圣人门徒，叶枫能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人了。可惜，可惜。众目睽睽之下，差点丢了准圣门徒的脸，不过还好。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你以为你很特别吗？赤斗马猴可是控水的祖宗，可比肩上古的水神共工。弱水虽会对我造成一定影响，但想杀我差远了。现在该我了。天一真水，我用来对敌时从来都是无往不胜，摧枯拉朽。今日居然被另外一种水给压制了。不是只有你能掌控水，也不是只有你会天罡之法。翻江倒海！这叶枫对水的控制力还在天蓬元帅之上，天蓬元帅该不会死了吧？死应该是不会死的。天蓬元帅背景深厚，肯定会有保命的东西。该死的小白脸，把我逼到这种地步，今日你必死！法天上身，你以为就你会？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太清雷法！九转玄功修炼到第3转，我的肉身已经不弱于下品后天灵宝。天蓬催动的太清雷法还不足以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只有这点水平的话，就去死吧！想弄死我是不是？老子今天抽不死你！这天蓬元帅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统领给按在地上锤，这叶枫真是逆了天了！让你守个天河，你就这么狂？要是让你守到凌霄宝殿，你还不得上天啊？天蓬是吧？元帅是吧？喜欢喝酒是吧？放荡不羁爱自由是吧？住手！拜见上神。你一个小小的统领，竟敢以下欺上！巨灵神，给我把他抓起来！天蓬元帅醉酒，妄图闯进天寿宫，公主已经告上了凌霄宝殿，本神奉命前来
捉拿天蓬元帅上凌霄宝殿受审，都散了。你也跟着一起来吧。好。臣巨灵神已将天蓬元帅捉拿，携统领叶枫一同归来。都进来吧。是。如今封神亮节亮未起，天庭示威。前世记忆中的4位大帝、5大天君、魔家4将、28星宿等都还未归位，确实无人可用，也难怪天蓬那么嚣张。跪下！天蓬，你可知罪？陛下，臣只是一时醉酒，并非真正有意冒犯公主。一时醉酒，说的这么清楚，若不是叶枫刚好在，我此刻还能有命站在这里。父皇，请为女儿做主，严惩此人。虽天庭如今缺少可用之人，但这天蓬自恃背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今日居然连其女儿的住所都敢强闯，确实需要严惩。天蓬触犯天规，理应打入天牢，但念其兢兢业业，管理天河100万载，从轻发落。罚天雷鞭神签到，扣除10万年俸禄。是，立刻带下去，行刑。将他脖子上的护身之物先取下来。陛下，我现在伤势严重，再摘掉身上的长命锁，挨签到天雷鞭，半条老命都要丢啊！行刑。玉帝，臣知道错了，能不能容我缓2日啊？叶统领尽职尽责，保护朕的女儿有功，朕自然会重赏。只是不知道叶统领师曾何处啊？臣乃下界飞升上来的散修，曾偶得大能指点一二，但并无任何师门传承。200年不到，从人仙初期到现在金仙初期，也太过惊世骇俗了。说曾经得到大能指点一二，也可以解释我施展的那些神通来源。没有师门传承，那岂不是正好为我天庭所用？金仙初期就能战败天蓬元帅，如此好的苗子，真是沧海明珠，未来成就大罗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统领叶枫尽职尽责，忠心耿耿，其保护朕的明珠，使其免于祸害，乃众仙之楷模。提升叶枫为伏魔天神，执掌伏魔军团，镇守3界。没想到陛下竟然如此看重叶枫，伏魔天神可是不下于天蓬元帅的，只需要听玉帝一个人的命令。朕特赐你仙晶1枚，万年仙桃2枚，灵宝2件。玉帝真是大手笔啊！1颗仙晶相当于1万颗仙元石，还有万年仙桃，凡人吃了1颗便能得道成仙，再加上2件灵宝，简直爽歪歪。谢陛下。此事已了，若无其他事，那便退朝吧。臣等恭送陛下。谢谢。没事，那天蓬被我锤惨了，今后应该不敢去冒犯你了。若你有空，随时可以来天寿宫找我。随时？那我晚上是不是也能来？天规在那儿摆着呢，不能肆意妄为，还是先去看看我的伏魔神府去。统领府都那么气派了，伏魔神府不得上天？不错不错，这灵气修炼起来必定事半功倍。系统，领取纵地金光和噬神枪。爹，领取成功，纵地金光修炼方法和噬神枪已发放。有了纵地金光，以后赶路更方便了，拉扯能力也大幅增强。这就是噬神枪，
造化青莲的根浆所化，含有先天杀伐之道，曾是魔祖罗红的兵器，威能恐怖至极，弑神杀仙。这一击要是落在天蓬身上，感觉瞬间就能将他击成重伤，恐怕他胸前的保命之物也护不得他周全。好虚弱的感觉，这就是极品先天灵宝，一击直接榨干了我体内的能量。并检测到宿主当前实力不足，将为噬神枪施加禁制，方便宿主战斗使用，禁制随时可突破。不错，这样使用起来方便多了，而且关键时刻也可以直接突破禁制，发动全力一击。现在继续修炼，争取早日突破。在蟠桃和仙晶的帮助下，我修行的速度可以说提升了近10倍，不错，不错。丁，检测到宿主已更换办公场地，请及时到新的办公地点打卡上班，将会有特殊奖励。特殊奖励，看来不得不立刻去打卡了。不错，不错。丁，今日9时，宿主已到达新的上班地点，是否进行打卡？确认。打卡成功，奖励5道军魂修炼之法。5道军魂，除了能大幅度增长军队的战力外，还能将所有伏魔军的力量凝聚在我一人身上，简直逆天啊！这特殊奖励果真没让我失望。在下伏魔军统领关梦报告天神，伏魔军已到，请检阅。好。不错，这些伏魔军的修为最低都在人仙中期，可以说是天兵中的精锐力量，而且军容肃穆，只要稍稍鼓舞士气，就可以开始修炼军魂了。我们伏魔军是天兵中的精锐，是天庭的一把伏魔神剑，但这把神剑已经蒙尘太久，今日本天神来，必让这柄神剑重新焕发神采，让这柄神剑无往不利，让天庭之敌都闻风丧胆。你们有能力做到吗？有！本仙神这儿有独特的修炼之法，可增强你们的战力，让你们以人仙之境逆伐真仙，甚至应成天仙。这军魂的强横之处，你们都了解了，但是要想修炼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们能做到吗？能，我们能做到。好，现在开始修炼。这8年，我和伏魔军一同修炼，多次下界杀戮作乱之妖，如今终于成功练出军魂，并且伏魔军众人都达到了真仙境，战力大大提高。报告天神，下界数名金仙境妖王汇聚，随时会发生大乱，陛下命我等下界讨伐。数名金仙境妖王，正好用他们来试试我们的军魂。诸位，随我下界斩妖王。伏魔军，是天庭的伏魔军来了！怕什么？我们这里有数百万的同族，对方不过是万人的伏魔军而已，有何可惧？不错，我们妖多势众，不怕伏魔军，更何况还有妖王大人在。杀！
虽猛烈，但伏魔军所有人皆是一体，防御力和攻击力都大大提高，战斗力极强，根本不需。你们这是在找死！这是金仙境妖王全力一击，即便是现在的伏魔军，一旦被撞上，也会损失惨重。这头巨蜥皮糙肉厚，表皮硬度不弱于极品灵器。它一身蛮力加上坚不可摧的身躯，就是最恐怖的攻击手段。不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九转玄功，上！天神，天神！继续，一个不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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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口气！万妖王，是万妖王大人回来了！系统扫描对方属性，扫描完成。没有想到这位万妖王竟是有着太乙金仙的修为，传承自上古玄门。寻常生灵而已，卑微如尘埃，惊扰便惊扰，谈什么规则？今日归来，还恰好遇到了你们。来自天庭的来客，倒是正好给我添了些乐趣。伐天象地！想压垮我，没这么容易！天神！哟，你这蝼蚁还有点意思。给我开！这是上古开天续影，枪来！你这是在找死！天神，为什么动不了啊？天神带领我们变强，带领我们崛起，带领我们在洪荒大地上杀出威名，带给我们新生。以天神的速度，未必没有离开的机会。但是为了我们，天神独自扛住了太乙金仙强者的攻击，眼看有殒命之危，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不甘心。这是军魂，融入我身体后，可以大幅提升我的境界实力。融！我如今感觉自身前所未有的强大，举手投足间带着无匹的威势，修为更是只差一步就能达到太乙金仙。给我滚！这是什么情况？他的气息竟然让我都感受到了威胁。枪来！36重封印，解开！你这是什么魔兵？杀你的魔兵！进来！好霸道的杀伐之力，还在不断侵蚀我的生机，必须立刻回去闭关恢复。这一击已经抽堂了我体内所有的力量，要是羽翼仙拼着重伤来杀我，还真不知鹿死谁手。不过好在这些活了无数岁月的老妖怪都比较惜命。做得不错，谢元帅。继续，一个不留。如此一来，这附近的人族之国也算能安心些了。太白，你对此事怎么看？陛下，臣觉得此事对天庭来说是一大喜事啊。哦，
怎么说？其一，叶天神创造的这种力量，那是洪荒大地上独有的，可以说给天庭都长了几分面子。其二，这伏魔军绝大部分只是地仙，如今却能爆发出金仙境界的实力。若是其他天兵经过训练也能做到，那我天庭的实力必然是大涨。天庭顺应天道，为人族斩妖除魔，拨云布雨，终于是得到些许气运眷顾了。叶枫便是应运而生的福将，必须加大力度培养。8年了，这段时间忙于训练伏魔军，倒是忽略了天寿公主。公主，叶天神来了。当了伏魔天神后，你就没来找过我？人间妖族作乱，战事繁忙，这不，刚一停下来，我就过来了。行吧，算你识相。你来的真是巧，我这刚好采摘了新茶。我就是闻着味儿来的。公主，是不是走过了？茶在里面。这个人是我。茶好了。画不错。如何？淡中有味，茶偏好，清明一杯，情更真。他是已经明白我的心意了吗？宿主打卡10年整，获得10年打卡大礼包，是否立即领取？10年了，之前的1年打卡大礼包，系统便奖励了金仙修为提升卡和翻江倒海。这是10年打卡的大礼包，会是什么宝贝？立即打卡！丁，10年打卡大礼包领取成功。丁，10年打卡大礼包领取成功，奖励极品先天灵宝遮天图、天罡神通之降龙伏虎。自创极品先天灵宝，系统比我想象的还牛啊！臣参见陛下。众爱卿平身。叶爱卿，陛下，臣巡查下界有要事禀报。进来吧。禀告陛下，臣在下界巡查时路过桃山，发现长公主已经在那里与凡人结为夫妻了，而且什么？说。而且长公主与凡人杨天佑已经诞下了2子1女。太白，伏魔天神、巨灵神、南北战神。臣参见陛下。瑶姬私自下界，与凡人相好，生下孽子，严重触犯天条。朕命你等立刻带着伏魔军和1万天兵下界，将相关人等全部押回天庭受审。臣遵旨。将瑶姬和他3个儿子女儿带回来。至于那杨天父，就别让他活着了。此事不要声张，朕只跟你一人说过。是。长公主爱上凡人，简直说笑。瑶姬应该是被人算计了，而且玉帝让我带瑶姬和3个孩子回去，证明他没对瑶姬生气，显然是在记恨背后算计之人。长公主，你私自下界，
与凡人相好，已经严重触犯天条。我等奉陛下之命，将相干人等全部抓回天庭受审。父亲与娘亲生下我和弟弟妹妹，这是天地人伦，何罪之有？他们若回天庭，会受到怎样的惩罚？长公主，这我们便不知了，一切都要看陛下定夺。我被算计了，杨天佑不要紧，可我的3个孩子是无辜的，绝对不能出事。既然如此，那便战吧。娇儿，照顾好你弟弟，随娘亲杀出去。好。我心中还是有些同情杨娇这般少年义气、有胆有识，倒是让我高看一眼。可惜天规森严，君命难违，今天这场大战终究是避无可避了。给我拿下！谁敢！丁瑶姬试图突围，老板的目的即将失败。宿主肩负老板重托，请做出选择：一、拦住瑶姬，完成老板的托付，奖励天罡神通，逆之未来；二、放任不管，明哲保身，让老板的托付落空，宿主未来10年打卡无奖励。我选一，九玄神功。瑶姬交给我，你们去追其他人。好，你小心。长公主放心，他们不会有事的。之前听说伏魔君上任的新天神很不凡，今日一见，果真如此。长公主谬赞了。不过想拿我，看你本事！12重封印，结！天庭还真是多了个猛将，五雷！纵地金光！玉帝的妹妹就是不一样，神通法宝应有尽有，这种恐怖的攻击力，若是落在我身上，稍是以我的肉身强度，恐怕都要皮开肉绽。五雷！霸天象地！天神当真深不可测啊！叶枫不仅战力强悍，做事也有尺有度，没有要伤朕妹妹的意思，当真雄才，可担大任。长公主，随臣去见陛下吧，相信陛下不会太为难你的。就算哥哥有心护我，也不得不按天规行事，我自然不去。但是我那3个子女又如何能扛得下？长公主殿下，随臣回去。爹，下班时间到，若宿主继续上班，则拦截瑶姬任务的奖励取消发放；若准时离场下班，将会有2重奖励，可额外获得上品先天灵宝12颗地海神珠。下班了，奖励这么丰厚，看来不得不脱战了。只是怎么样放水不那么明显？天山遗石。好机会！他这是在放水，不管为什么，这个恩情我记下。系统打卡下班。爹，打卡成功，奖励天罡神通，逆之未来，上品先天灵宝12颗地海神珠。不错不错，接下来看热闹去。遮天图。
没3分钟，先前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眼看就要拿下瑶姬的伏魔天神，怎么就……这是怕再打下去伤害到朕的妹妹叶枫啊，叶枫，不错。精彩，真是精彩。娘，拿下！娘，放开我！娘，娘没有，娘对不起你。娘，我没事，不就是天规惩罚吗？我不怕。长公主，叶天神哪儿去了？叶天神，你没事吧？哎呦，哎呦，人老了，身子骨不行了，不过还不碍事。这浩瀚如海的气血，你跟我说老了，不当人子啊！你没事就好。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放水，但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轻易将娇儿婵儿送走。随本天神回天庭。是。禀陛下，臣等已将长公主及长子带回，但次子次女逃脱，请陛下惩罚。众爱卿辛苦了，皆有功，何来责罚之说？谢谢陛下。瑶姬，你可知罪？瑶姬知罪。既然你知罪，那便好。按照天条例律，朕罚你万道天雷鞭身，且从此永居瑶池，终生不得踏出半步。你可有怨言？瑶姬认罚。好。至于杨娇违反天条，本该重罚，但朕念其年幼，且非贵故意生之，暂且留其性命。罚杨娇永生永世挖仙矿抵罪，伏魔天神叶枫。不是审判杨娇吗？怎么牵连到叶枫身上了？难道是因为刚刚叶枫故意放水？臣遵旨。叶爱卿，你乃朕之心腹，朕的意愿你应该也了解。杨娇在仙矿，就拜托爱卿照顾了，别让她真出事。臣知道了，请陛下放心。下令，在洪荒之中通缉逃脱的杨戬、杨禅二人，一经发现，立即捉召回天庭受审。臣遵旨。天规乃天界之规矩，任何人都要遵循，包括朕的亲人也不例外。若再有违反天条者，一律严惩，绝不留情。臣等必铭记在心。此事既了，那就退朝吧。臣恭送陛下。今日9时，宿主已经来到仙矿打卡地点。确认打卡。首次仙矿打卡奖励，直接帮宿主炼入体内。混沌神力远比普通神力精纯，若是能够将体内的神力全部转化为混沌神力的话，我的战斗力将大大提升。天神，
小仙奉命将罪犯杨娇带来，交予天神监管。陛下见天神之前的战甲因攻受损，特赐下新的战甲，为天神护体。这件宝物应该就是玉帝让我去仙矿照顾杨娇的补偿。辛苦了，劳烦帮我谢过陛下。不辛苦，不辛苦，小臣一定转达，告退。走吧，开工了。你可知若你不服从监管，结局是怎样吗？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死字，到时候你怎么报仇？看来这杨娇也不是一根筋的傻子。我要想报仇，想救母亲，想保护二弟三妹，必须活着从这仙矿中走出去。哇！前辈，这块仙原石虽说不纯净，但也抵得上一个普通天兵1年的俸禄。替杨娇留着，反正那些矿工头也不敢来要我的挖矿收入。丁，今日午时，宿主工作时间已结束，是否打卡下班？确认。打卡成功，奖励混沌神力1缕。不错，按照这个节奏下去，我迟早能把身体内的神力全都化作混沌神力。伸出手来。速度太慢。前辈，何事？前辈白天的时候让我3更过来，现在已经3更了。哦，有这事儿？前辈白日的时候，用竹鞭在我手上抽了3下，不是让晚辈3更过来吗？你很恨玉帝？你恨他什么？我恨他抓了我娘，让我娘受天雷之苦，通缉我二弟三妹。若你是玉帝，为了天庭的稳固，设立了天条，约束众神，但自己的亲妹妹却严重违反了他，你罚还是不罚？罚，即使我要罚他，也会暗中留情。若玉帝不留情，你此刻哪里还有命在？我乃天庭的伏魔天神，掌管天庭最精锐的伏魔军。玉帝若只是想惩罚你，随便一个天兵即可监管你，何必让我来呢？其实在我看来，你确实有罪，因为你弱，你要是足够强大，天兵岂能擒住你？杨戬、杨禅又何须逃亡？你要是够强大，又怎么会让你娘不得不受天雷之苦？在这个洪荒世界中，弱就是原罪，就注定要被他人操控，连想要保护的都保护不了。我要变强，我要将二弟三妹找回来，我要让两亲从瑶池中出来，请前辈收我为徒，教我变强。总算达到了我预估的目的，也不枉我费了这么多口舌。你也是个好苗子，我也有此意。起来吧。谢师尊。既然入我门下，你要铭记2件事：一，不可祸乱洪荒，做出人怨天怒之事；二，同辈之中，不可弱于任何人。弟子谨记师尊之言。那就好。你是长公主之子，天生神力，肉身强悍，为师便传你洪荒中最强的肉身修炼之法，你当勤加修炼，不可懈怠。谢师尊传法。为师已传你最强肉身修炼之法，你记住，不可弱于同辈之人，否则就别说是我的弟子。是。已经摸到门槛了，孺子可教也。宿主完成老板的意愿，奖励天罡神通，变身1时。今日9时，宿主来到上班地点，是否进行打卡？确认。丁，宿主打卡成功。宿主已打卡100年，发放100年打卡大礼包，是否立即领取？100年打卡礼包，那我岂不是在这待了90年？立即领取。100年打卡礼包领取成功，奖励上品先天灵宝9品灭世黑莲，混沌神力100缕。12品灭世黑莲乃极品先天灵宝，这9品灭世黑莲是12品灭世黑莲受损后形成，还是系统自创的？不错，有了这100缕混沌神力，我体内的神力已经完全转化为混沌神气，战力大大增强。看来是该离开了。徒儿，师尊有何事吩咐弟子？我们师徒在此也有近100年了。
多谢师尊这些年来悉心教导。你修炼已有小成，在这仙旷之地，也能足以自保。为师也该是时候回去了。徒儿不必难过，陛下并没有打算真的永远将你关在这里，而且为师也是会回来看你的。弟子明白，师尊不必挂念。弟子在此必然认真修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那就好。地煞72术你已空晓，为师如今再传你天罡之法。弟子谨遵师命。天神到了，劳烦仙童带路。臣参见陛下。此地不比外面，无人可知，不必多礼。坐。此行辛苦爱卿了。这那外甥怎么样了？大公子天资聪慧，如今已有真仙大圆满修为，也明白了陛下的良苦用心。哎，什么大公子？既然是你徒弟，直呼其名便可。100年不到就有真仙大圆满境界，真是辛苦爱妾了。辛苦倒说不上，杨娇天资聪慧，心性过人，臣也很喜欢。爱卿不在天庭这些年，天庭的情况也算好了些。你手下的伏魔军团，朕已经补到了10万人，都是地仙境界之上的精兵。爱卿从今日起便是伏魔大元帅了。谢陛下。不必多礼，明日早朝上，朕便会宣布此事，你当上朝听风。臣遵旨。那肯定取一啊！陛下，臣还有一事相求。哦，臣想先请2个月的假期。爱卿劳苦功高，理应休假。准了。宿主完成任务，1000颗神元丹已发放。谢陛下。马上就能带薪休假了，这感觉真爽啊！天神好，2位仙友，天神真是折煞小仙了。天神的仙友2字，小仙怎么敢当？2位不必过谦。如今洪荒大地上可还有妖魔作乱？如今洪荒并无太大的乱世，只是下界名为梅山的地方聚集了7个金仙级别的大妖，是个极大的隐患。梅山7怪，通臂猴猿猴，若是能吸收了通臂猿猴本源，我的体质就能再度进化。根据天罡神通逆之未来的指引，猿猴应该就在此处。赤达马猴和通臂猿猴同属于混沌魔猿本源，互相吞噬乃是本能。猿猴能察觉到我的到来，很正义，不错。好胆，竟敢找到这里闹事！你也不错，知道我的来意，还敢出来。废话不多说，反正我们今日只能活1个，谁生谁死，看本事吧。好，容。去！摘星卓越手！好强大的力道，而且还有熟悉的气息。他修行的也是九转玄功，只不过是残缺的。混世4猴之一的通臂猿猴，果然早就有人惦记着。佛门算计了6耳猕猴，算计了灵明石猴，没理由会放过这通臂猿猴。果然如此，佛门真是好算计，手伸那么长。你是何人？居然连这都知道！有情有义，我尽量给你留个全尸。我可不会给你留。搬运，丹山。试探就到此为止了。要战，那便来！大力九转玄功，盘古虚影，降龙伏虎，再来，神魂燃！给我去死！纵地金光，大河之水天上来！是神枪，36重封印全开，杀！杀！你赢了。混沌魔猿掌握战之法则，生来就是要战天斗地。
在真正的战斗中死亡，对于混世四侯，特别是现在的袁弘来说，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通臂猿侯背后是佛门，还是做一些遮掩才是？遮天图，这样就可以了。哟呵，你还挺犟。何人杀我通臂猿猴，坏我佛门大计？金仙巅峰了，现在的我距离太乙金仙只有一步之遥，而且融合了通臂猿猴后，赤盾马猴不仅形象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我的体质也更进一步，达到了半混沌神魔体，实力大大增强。人间60年，天上60天，算算假期差不多也结束了，该回去了。算上在矿洞的90年，已经100年了。这里一点没变。叶枫，对不起。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并无怪你之心，只是太想你了。没想到我居然这么主动，真的是饱受相思之苦太久了。你看什么？看你好看啊。贫嘴。再为我弹奏一首吧。好。对了，杨娇现在情况如何了？你放心，身为他的师傅兼未来的姐夫，我怎么可能让他有事？你收他为徒了？其实这也是陛下暗中的意思。哦，原来如此。那他的修为到什么境界了？我时常去瑶池见瑶姬姑姑，问清楚了，也好将情况告诉姑姑，好让姑姑安心。还行，也就真仙大圆满吧。真仙大圆满，那不是修为比我还高了？看来从今日起，我要认真修炼了。那你加油。好。这是我之前去看姑姑，姑姑托我带给你的谢礼。我之前还垂涎这件灵宝呢，没想到今日真得到了。就是不知道瑶姬所说是谢我在下界放水，还是谢我去上界照顾杨娇。我收下了，替我谢过长公主。好的。伏魔天神从仙矿回来了，没听到关于伏魔天神的消息，难道是偷偷从仙矿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等会儿伏魔天神必定会遭到陛下责罚。这是看我之前出风头，心里不平衡，迫切想看到我出丑。还真是夏虫不可语冰。臣等恭迎陛下。来了来了，好戏要来了！伏魔天神叶枫，臣在。伏魔天神叶枫劳苦功高，朕在此加封叶爱卿为伏魔大元帅，镇守天庭，扫平祸乱洪荒之妖魔，扬我天威。这尊伏魔金虎印乃是当初朕炼造昊天印时留下来的余料炼制而成，朕今日将它赐给你，
今后训练伏魔军团，可助爱妾一臂之力。昊天印的余料炼制而成，陛下竟然如此器重伏魔元帅。谢陛下，臣必当鞠躬尽瘁，不负陛下重托。金仙巅峰？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修行这么快？这么快就达到金仙巅峰，叶枫果然是个可造之才。恭贺伏魔大元帅上任。若无他事，准提，难道是为了袁弘的事情而来？圣人忽然降临我天庭，对朕有何指教之处？昊天上帝这个位置可是道祖亲封的，而准提只不过是道祖的记名弟子，确实没必要对他太过尊敬。指教说不上，贫僧这次前来只是寻一个人。果然是为我而来，难道准图透过遮天图的推演观测到了我？不对，以圣人的能耐，若确定是我，一只手就可以将我擒住。应该是遮天图遮掩了绝大部分天机，准图只推算到了杀死通缉猿猴的人来自天庭，却无法精准的推算出我的身份。天庭有何人需要圣人亲自来寻？好强的蛊惑能力！若非我笃信遮天图的能力，也笃信准提不确定是我，恐怕直接忍不住站出来忏悔了。圣人可寻到了要找之人？阿弥陀佛，竟然离这么近都找不到人，说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圣人真当本地的天庭可欺吗？不能再拖了，找不到人，即便闹到道祖那里，我也不占理。到时候要是道祖出手，我佛门气运必定大跌。是贫僧叨扰施主了，贫僧这就告退。圣人之威果然强横，不能因为突破到金仙巅峰就沾沾自喜，日后还是要加紧修行。都散了吧。臣等恭送陛下。伏魔神府正式更名为伏魔元帅府，其他的没变，这阵法却是加强了不少，让我修炼的速度再次快了一丝。请宿主前往新地点镇荒伏魔殿打卡上班。伏魔军从1万人增加到10万人，伏魔殿也正式更名为镇荒伏魔殿。今天是我第一次去打卡，不知道能获得什么奖励。没想到我都成元帅了。丁，今日9时，宿主来到镇荒伏魔殿，已到达上班地点，是否进行打卡？打卡。丁，打卡成功，宿主首次打卡镇荒伏魔殿，奖励3光神水100丁。3光神水，金色日光神水消磨血筋骨肉，银色月光神水猝蚀元神魂魄，紫色星光神水吞噬真灵神念，三者合一便是洪荒第一疗伤圣药，可解一切毒，甚至生死人肉白骨，赚大了！元帅，您终于回来了，这段时间辛苦了。元帅言重了，此乃属下职责所在。和我说说如今的状况。是，如今老兵个个都是地仙中期修为，新兵也是地仙初期，属下近日刚刚突破至金仙境界。不错，让本帅好好检阅一番。军容齐整，不错。本帅乃玉帝亲封的伏魔大元帅，统领你们所有人。在伏魔军中，你们要做的只有2点：服从杀敌。若自由散漫，不听军令，不战而逃者，本帅将亲自诛得他神魂俱灭，永世不得超生。听明白了吗？请元帅号令！即日起，所有老兵官升1级，负责教导新兵军魂修炼之法。是。好，开始训练。叶爱卿，臣在。你担任伏魔大元帅10年，多次下界平乱，人间百姓家家供奉伏魔大元帅神像，大长我天庭脸面，朕心甚慰。这都是臣分内之事。陛下，臣巡查下界，有要事禀报。进来吧。禀告陛下，臣在下界巡查时，发现100年前逃出天庭的3头蛟，如今再次祸乱洪荒，人间民不聊生。3手蛟，100年前就是3手蛟下界，妖姬去追杀才被算计。沉寂100年，如今天庭声势大涨，3手蛟又出来作乱，背后必有人谋划。叶爱卿，朕命你带着伏魔军团，立即将他押回天庭受审。丁，检测到3手蛟祸乱洪荒东部，宿主身为伏魔大元帅，请做出选择：一、尽职尽责，擒拿3手蛟，奖励圣人1剑，可存储；二、坐视不管，系统将沉睡1000年。圣人1剑，那可是连准圣都能灭杀的压箱底绝招，
有了这个，以后安全大大得到保障。干了，我选1。臣遵命。此事蹊跷，爱卿要多加小心。臣明白了，请陛下放心。我得到任务，从凌霄宝殿下来，这才多久？3周交就已经害死这么多人，当真十恶不赦。今日必须将他擒下。三丑蛟，给本帅滚出来！天庭的伏魔大元帅，原来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我还以为长着3头6臂呢。本帅可不像某些无耻之徒，活了无尽岁月，还做这些不要脸的勾当，岁数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吗？你居然敢对本座不敬！难怪敢大张旗鼓作乱，原来这3手蛟已经突破到了太乙金仙。一条区区银蛟，连龙族正统都算不上，也敢妄称本座？那些卑贱之物，不过是本座消遣的玩物罢了。死了便死了，你能奈我何？杀！呀！从气息上来判断，这副爪套应该是中品后天灵宝。天庭的伏魔元帅好威风，可惜今日就要死在本座手中，让你这所谓的正道随那些卑贱之物一同化为飞灰。我的9转玄功已经接近第3转大圆满，肉身堪比神铁。刚才我全力出手，催动噬神枪的3成威力，居然只能和3头蛟打平。这3头蛟的太乙金仙修为果然名不虚传，战力远超我的预估。这不可能，本座乃是太乙金仙，怎么会拿不下一个蝼蚁般的存在？我要你死！给我死！明！定海神珠，神力枯竭了，我现在难以动用灵宝之威了。不过，这3手蛟必然是已经受到了重伤，是乘胜追击的绝佳机会。天象地！这是你逼我的，我要你死！镇殿龙珠，3手蛟如今爆发出来的气息，最少都有太乙金仙中期，而且还在迅速而稳定的上升中，不能再拖了。结阵！冲！不，这不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给我死！36重封印，开！杀！想走？混仙锁！你毒害人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这么一天？饶我一命，我可以化作你的兵器，未能不如于中品先天灵宝。本帅不稀罕。元帅，我还有筹码，放我一条生路，我将龙珠给你。龙珠的确诱人，不过这东西目前的我可碰不得。启禀陛下，臣已将重犯3周蛟捉拿归案，听候陛下处罚。辛苦爱卿了，此乃臣职责所在，不敢言辛苦2字。立此大功，还能不骄不躁，叶爱卿不愧是我天庭柱石，退下吧。是。3肘蛟，你偷窃龙珠逃下界，击杀天庭追兵，重伤瑶姬，公然祸乱洪荒，反抗天庭缉捕，可知罪？陛下，罪臣只是被人指使，我愿说出背后指使之人，将功赎罪。你说，指使罪臣的是……这3尖2刃刀散发的气势，丝毫不弱于中品先天灵宝，绝对的宝物。3肘蛟乃叶爱卿所擒，那他所化之灵宝
也归叶爱卿所有吧。没想到前世二郎神的兵器，居然落在了我的手里。谢陛下。此事既了，那便退朝吧。臣等恭送陛下。丁，宿主任务完成，奖励圣人一剑，请选择保存或立即领取。保存。丁，圣人一剑保存成功，随时可启用。有了这圣人一剑，若是还有哪位大能想杀我，我不再那样毫无还手之力了。其实三种教背后的势力，我也猜了个七七八八。能够与玉帝抗衡的强者，与玉帝甚至是天庭有仇，能号令桀骜不驯三股交的，只有妖族。妖族虽如今远不如上古，但有妖神白子、妖师鲲鹏这尊洪荒大能坐镇，绝非善情，必须继续加紧修行。人族乌木游参见陛下。你之来意，朕已经清楚。朕天庭的战将都在此了，你将事情说出，看哪位爱卿愿与你走一趟。谢陛下。我人族治水之君已到桐柏山，本欲移开此山，引淮水入东海，却不曾想此地有赤德马侯作乱，将我人族的治水之师阻拦在此。请各位上仙伸出援手，我人族定当永世感激。大禹治水乃拯救洪荒万灵，成功后必有功德降下，可这功德不是好拿的呀。先前陛下已经派遣铜律、庚辰等人前往下界，他们可都是金仙修为，却敌不过这赤道马侯，想要凑热闹不容易啊。这倒是个获取功德的好机会。哪位爱卿愿代表天庭出战，剿灭这只阻挡治水的妖魔？丁，检测到赤考马侯阻碍人族治水大业，宿主身为人族的一份子，又身为伏魔大元帅，请宿主做出选择：一、禁止尽责，除去赤考马侯，可获得奖励同等级本源转化仅一次；二、放任不管，下次地位晋升后打卡奖励不提升。本源转换，岂不是说我可以直接将赤敌马侯的本源转化为灵明石侯或者六耳溪侯，再度提升体质？干了，我选一。陛下，臣愿领兵下界剿灭此妖魔。好，朕命伏魔元帅叶枫率领10万伏魔军下界剿灭妖魔，助人族大禹治水。臣领旨。那便劳烦元帅了。本帅这就领兵下界，莫急。好。那赤敌马侯厉害的紧，同我等交手时，应该还未使出全力，像在戏耍我等一般，请元帅多加小心。铜壁山是淮水流向东海的最后一道阻碍，只要铜壁山一通，淮水之危解决，大禹治水的压力便会大减，妖族必然不会轻易让此事成功的。此行极有可能会遭遇连番大战。大禹无能，居然连番劳累天庭，劳累元帅，当真惭愧。人族乃天地主角，顺应天道。陛下又宅心仁厚，自然不会坐视不理。况且我也是人族，当尽一份力，此言见外了。我人族有元帅此等天骄，当真是人族之幸啊！小仙见过元帅。随本帅去铜钵山铲除祸乱妖魔，还洪荒大地一分安宁。是。伏魔大元帅当真是心系人族啊！请元帅随我来。赤地马侯，可敢再出来一战？哼，这死猴子是想让我吃闭门羹啊！给我起！我虽说也是金仙巅峰，但仅仅是这一手，我便无法做到，相差的太多了。你们这是在找死！给本帅滚远点儿！天一真水，他居然也会施展此术。赤毒马侯也能掌控天一真水的本源力量，故而无法以此神通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天山一石，起！面对赤部马侯还能处于上风，元帅当真是人中豪杰啊！全军冲杀！外援都有如此胆魄，我们洪荒人族岂能畏惧？人族的大好男儿，随我上！100万妖兵，这是要将我伏魔军和人族大军一网打尽，真是好算计啊！今日你必死！哼，我先杀了你！飞天托技，飞天托技，逆之未来。好强的血气！若是这叶枫战胜赤个马侯拖出身来，恐怕我们没几个能逃得掉。好男儿们，继续杀！等大元帅斩杀赤个马侯，
就是我等胜利之时。他的力量太强大了，再这样下去，我必死无疑。天妖屠神诀，给我死！刚才这一锤，我几乎使出全力，他的手臂竟然一点明显的伤势都没有。我虽然受了轻伤，但赤毒马猴受得更重，趁此机会一举拿下。给我死！给我死！想杀我，做梦！不行，妖族太多了，我虽然能应对，但大军伤亡太惨重了，全看你了，元帅。龙族，他们也来了！果然是龙族！我早就猜测洪荒大水的背后是龙族，没想到他们今日居然自己跳了出来，与妖族同流合污，想要剿灭伏魔军和人族的治水之事。看到没有？今日我们必胜！我先杀了你！死！该死！天妖屠神谱！赤毒马猴已是重伤，现在是拿下他的最好时机。九转玄功！不，这不可能！想走？废物！难道不知道我也同样掌握天一真水的本源力量吗？这根本拦不住我！怎么会这样？飞神脱技！你知未来。收！呼，总算杀了赤敌马猴，不过现在还不是吸收的时候。这些妖族，全都要死！多谢元帅，你连番作战，赶紧休息一下，接下来交给我。元帅，我没事，怎么没见到四海龙王？那4个老东西见到元帅你斩杀赤棘马冯后，直接逃跑了。你先去配合治水，我恢复一下神力。元帅真是辛苦了，我大禹绝不会让元帅的努力白费。淮水之危解决，再给我500年，必定能将洪水彻底解决。元帅，真是多谢你了。我身为人族一份子，这都是我分内之事，不必言谢。不过我担心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元帅的意思是，不错，妖族这次这么大手笔，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龙族那边恐怕会再起波革。大禹，你我即刻动身，前往东海。目前一切顺利，难道龙族放弃了？这龙族贪心不足，夺取人族气运，绝不可能轻易放弃。这龙族竟然还想趁机作乱！元帅放心，我还有后手。我乃人族大禹，奉舜皇之命治理洪荒大水，拯救万灵。但东海不靖，禹唯恐洪水再发，请求圣人赐下神物，镇压东海，万灵必将感激圣人恩德。
乃太清圣人，今赐灵宝定海神针，置入东海龙脉处，可镇东海。与拜谢圣人。大禹代表洪荒万灵，谢圣人赐宝。果然是我前世中家喻户晓的如意金箍棒。太清圣人说的都很清楚，要放置在东海海底龙脉处才生效。我只是普通的金仙巅峰，若这么下去，80%是有死无生。我倒是不惧一死，但我一死，这定海神弹就落入龙族手中了，要镇东海将会更难了。我去吧。元帅，这东海可是龙族的老巢，若不小心……是啊，元帅。但这定海神针一定要有人去放才会生效。你们有谁自认为比我更合适去做这件事的吗？那就这么定了。不用不好意思，我也是人族，当为人族尽一份力。元帅一定要小心啊！好，等我回来。四弟不必担心，我龙族从上古开始便生存在这四海之内，留下的后手众多。天庭的伏魔元帅和人族大禹只不过是金仙巅峰，若还知死活，就不敢来我龙宫作乱。来，我们四兄弟好好干一杯，今后再共谋大事，抢夺洪荒气运，振兴我龙族。怎么回事？报告大王，外面来了个穿金甲的人族，把我们的大阵轰破了。4条老泥鳅，给本帅滚出来！还不滚出来，那就别怪本帅了，翻江倒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族，你这是自寻死路！4条老泥鳅而已，若不是先前逃得快，早已成本帅的枪下之魂。如今居然也敢在本帅面前叫嚣，小子，欺人太甚！先天鬼水神雷！就这，9转玄功！这怎么可能？且阵，4级龙神大阵！完全就是一个四不像啊！哼，好丑的泥鳅！泥鳅，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族，留下命来！说你丑还不乐意了，给我起！太乙金仙境界的巨龙，恐怖无比。饶是我以搬山鞭和天罡神体操控的大山，都难对这条巨龙造成威胁。天一真水，收。降龙伏虎，定海神珠。去！实力还不错嘛，小泥鳅。给我死！灭世黑莲！该我了，法天象地！
法天象地、降龙伏虎、摘星捉月手3大神通，再加上赤金盘龙的甲的加持，我如今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当前的极致。给我死！元帅一定会赢。好恐怖的异象，不知道海底是何等凶险景象。叶枫元帅，千万一定要活着回来！呀！看谁先死！弑神枪，36重封印，开！给我去死！弑神枪！不要！叶爱卿，算了吧，留他们一条性命。叶爱卿，朕知你心中有怨，但龙族如今虽然衰落，但依旧有镇压海眼的祖龙，以及4级圣兽之一青龙。爱卿今日还是留下四海龙王和龙族性命为好。臣明白了。说到底，还是现在的实力不足。若我现在是圣人，甚至混元大陆仙神，岂会需要顾虑这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理智和清醒，实在是难得可贵。是啊，不仅资质逆天，战力超凡，且心智远方常人，识大体，拿得起放得下。如此人杰，必然将会成为洪荒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现在该是让龙族付出代价的时候了。龙族调动4海之水，水淹洪荒，祸害万灵，罪大恶极。朕身为洪荒之主，如今给你们4海龙族2条路：一，从洪荒世界中灭绝；二，归顺我天庭，从此为洪荒万灵拨云不雨，为龙族赎罪。如今形势比人强，臣服龙族还能延续，顽抗的话，那伏魔元帅一人就足以扫平整个龙族，无一活口。龙族愿归顺天庭，洗刷罪孽。这便是气运，4海龙王臣服，成为天庭附庸，天庭气运大涨，而龙族气运骤跌，连4海洪王身上的气运都变得稀薄了许多。今后要想突破境界，就更困难了。自作自受。经过这次生死大战，我的修为再度向前迈了一步，仿佛随时能突破太乙金仙。对上神不敬，死！咦，怎么不服气？你们龙族已归属天庭，身为下属，竟敢冒犯本帅，当诛！若有不服，你们可以上报陛下，或者直接对我动手。小仙不敢。哼，那就好。这庭院是整个东海的龙脉中心，刚才与4海龙王结合，化作巨龙的龙脉之气，便是从此地飞出来的。这定海神棒一旦落下，整个东海可以说脱离我的掌控了。怎么，不让放？小仙不敢，上仙可随意。哼，那就好。找到了，龙族的宝库。龙族已经成为天庭的附属，迟早会被人打秋风。打到孙悟空来的时候，整个龙宫再也拿不出一件灵宝的程度。这第一波最肥的秋风，必须我来打。元帅，您这……本帅刚才和你们大战，重伤未愈，如今去寻些宝物疗伤，过分吗？不过分，都是小仙应该的。那就好。
这2扇大门的材料都是可以拿来锻造下品后天灵宝的，如今却被炼成了2扇100丈高的大门，龙族简直是肥得流油。打开吧。是。九天玄铁、玄冰寒铁、3星石、银河玄星石、极北寒冰嘴、百灵叶、还神丹，全都是宝贝！发财了，发财了！太爽了！这打秋风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哎，这门不错，放在这儿浪费了。龙王，我拿了这么多东西，你该不会舍不得吧？畜生，简直是畜生！怎么会呢？上神能拿，是给我们龙族面子。阁下请放心，元帅一定会凯旋而来的。我相信元帅的实力，可刚刚的动静实在是太恐怖了。元帅，定海神针已经放下了，东海已平，龙族也归属天庭，不会再作乱。伏魔军，随本帅回天庭。是。启禀陛下，铜拔山妖魔已除，臣如今领四海龙王前来天庭受职。四海龙王，臣等在。天庭创立无数元会了，终于让上古争霸的大族俯首称臣，当真是一件快事。平身吧。谢陛下。既然你们来天庭为官，就必须要遵守天规，若有违背，朕定惩不饶。微臣定当遵守天规。洪荒大地因你龙族遭受大水之祸，治水完成后，你们4人负责拨云布雨，不可有一处大旱。臣明白了。那就好。陛下龙族天性桀骜，野性难驯，臣建议在天庭设立一处同斩仙台一样的刮龙台，重罪之龙皆于此处处死，以儆效尤。虽然叶枫是心中对龙族不满才会提出此事，不过龙族大部分都还活在上古争霸洪荒的春秋大梦中，也是要有点严厉的手段，让他们认清一下形势。准了。陛下英明。此事既了，那便退朝吧。臣等恭送陛下。宿主任务完成，是否领取奖励？灵明石猴孙悟空，身为今后佛门大兴的关键人物，定会受到重重保护。以我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谋划。六耳猕猴虽然耳听万物，趋吉避仙，但我有遮天图，未必不能瞒天过海。领取奖励，帮我将赤茶马猴本源转化为灵明石猴本源。奖励领取成功，正在进行本源转换，本源转化已完毕，请宿主查收。这系统还真是无所不能，短短的时间内，便让赤底马猴变成了灵明石猴。融合，融合！什么情况？圣人来了！那方向伏魔元帅府，难道是伏魔大元帅突破了？这动静，叶枫突破太乙金仙了！好，好，好！我天庭又多一员猛将。什么情况？为什么感觉到如此虚弱？这是天人五衰，我感觉我的骨头经脉都断了，这也太凶了吧！连我修炼完整版九转玄功都成这番模样，那其他人岂不早就肉身崩溃，化成劫灰了？不行，意识都要开始模糊了，必须守护灵台清明。
总算过了天人五衰的第1衰败，九转玄功也迈入了第4转。现在我的肉身，光是坚硬程度就堪比中品后天灵宝。诸仙官速来凌霄宝殿议事。刚突破就有大事发生，不错。元帅，乌木由来了，看来是人族又出什么事了。臣等参见陛下。免礼。不知你今日前来，所谓何事？禀陛下，羽皇已登基，乌木由这次前来，是代表羽皇和人族感谢天庭和陛下对我人族羽皇治水时期的大力帮助。人族之事就是我天庭之事，不用这般客气。说来惭愧，人族如今还有一事，羽皇和人族前辈想尽办法也无法完成，还请天庭和陛下能帮个忙。你可直说，朕能帮上忙的，自然不会袖手旁观。羽皇治理大水，洪荒人族已定，四海已平，人族也该到了真正成为天地之主的时候了。人族天地之主的位子早就被定下，但一直都是名存实亡。只要人族自立，气运稳固，人族必然会飞速变强，真正成为一个强族。羽皇欲炼九鼎，放置于洪荒九州，镇压人为族客运。其中混沌金铜完全不知何处去寻。混沌金铜完全没听说过。这混沌金铜，朕倒是知道有个地方可能有，只是此处太过神秘和危险，就连朕对那里都是一知半解。陛下可是准圣境界的强者，那个地方居然连他都不清楚，觉得危险，恐怕说是绝地也不为过。请陛下告知，此事对我人族来说至关重要，不管是何度，哪怕倾尽全族之力，我人族都要去寻。混沌金铜可能存在的地方，便是混沌与天界的交界处，仙旷之地的深处。仙旷之地据说是天界最神秘的地方，也不为过。其中有多辽阔，深处存在着什么，连圣人都不一定知道。不错，光是天庭如今开采的外部区域，就时常有销魂蚀骨的黑风出现，连金仙境界的强者一个不小心都会殒命，更何况是其中的更深。任务触发，人族如今处于至关重要的节点上，宿主身为人族的一份子，请做出选择：已寻到混沌金铜，助人族镇压气运，奖励上品先天灵宝；乾坤镜，2置之不理，冷眼旁观。下一个打卡100年大礼包，取消发放。我选1。陛下，臣愿前往仙旷之地，寻得混沌金铜。元帅，那仙旷之地光是外部区域，便让金仙都有殒命之危。就算元帅有金仙巅峰的修为，一旦深入也承受不住。元帅以为人族出生入死多次，羽皇曾经交代我，切不能再让元帅犯险。太乙金仙，1年前的动静真的是元帅突破引动，竟然真的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太乙金仙。虽然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但真正见到叶枫展示实力，还是让朕十分舒心。从今往后，我天庭也有拿得出手的战将了。我已到太乙金仙境界，而且曾在仙旷之地待过100年，寻找混沌金铜之事，我可以说是最适合去的，请陛下准许。元帅为我人族做的已经太多了，不能让他再次犯险。可是混沌金铜关乎人族的气运和兴盛，晋升太乙金仙的元帅去最为稳妥。既然爱卿如此坚持，那朕便随了你的意。伏魔元帅听令，臣在。朕命你去仙旷之地寻找混沌金铜，助人族炼制9鼎。臣领旨。收下吧，带在身上。我估计玉帝虽也想通过我分一笔功德，但是也不想我因此丧命。这道圣旨8成蕴含着玉帝准圣的神力，或许在关键时刻能发挥作用。谢陛下。玉帝传音告诉我，混沌金铜所在的地方，隔着10万里都会有光芒绽放。可我走了这么久，什么也没看到。必须尽快找到混沌金铜。混沌金铜！以我如今的体质，都会感觉到疼。这混沌黑风不简单啊！不管这个，赶紧去找混沌金铜。按照我的估算，已经过去半年了，竟然还没有找到混沌金铜的踪迹。找到了，一定就是这儿了。这混沌金铜8成就是在这地底下，应该是这里的混沌之气比洪荒世界中充裕得多，山体每日浸泡其中，被锤炼无数元会，比仙旷之地外围区域的矿山要坚硬成千万倍。只能委屈你了。
到了！混沌金瞳，虽然我没有见过，但从眼前这金属的外表来看，必然就是了。奖励上品先天灵宝乾坤剑，是否立即领取？奖励来得及时，刚好用来放混沌金瞳，立即领取。收。可以回去了。总有一种被盯上的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仙况还是一点没变。师傅，好小子，壮实了，境界也没落下，晋升金仙了，不错不错。师傅不是说过不能弱于人吗？不错，你记得就好。我听说师傅现在已经是天庭的伏魔元帅了，来这里是有什么妖魔吗？为师要去里面找点东西。什么？虽说做徒弟的不该干涉师傅的事，但里面真的太危险了。前些日子，这仙旷之地的深处还传出过一道怒吼声，当场就有恐怖的黑风席卷了此处，一名金仙境界的大统领都被吞噬了。怒吼！仙旷深处难道发生了什么异变？不管怎样，这混沌金瞳，我是无论如何都要拿到的。那件东西对为师很重要，为师必须拿到。那我随您一起，我也有金仙境界的修为了。你就在这儿待着，等我回来便好。师傅，让我去吧。我虽境界比您低点，但起码也能帮上忙。你修为差多了。太乙金仙，为师不会有事的，放心。这是我的意识空间，那团黑气闯入我的脑海内，动了我的意识进行对抗。我的躯体，我的躯体，有意识的生命体没有肉身，想要夺舍我。我的躯体，我的躯体。混沌魔元？不对，这应该只是混沌魔元的残留意识，不然我早就被夺舍了。只是残魂的话就好了，我说不定还能从他身上获得一些传承。摘星卓越手，混沌金瞳。意识体受创并不能像肉身一样很快便恢复，若是受创严重，或者意识被抹杀，那我就真会被混沌魔元的残魂给彻底夺舍了。天一真水，翻江倒海。混沌魔元如今只有太乙金仙境界的修为，即使变换出本体，也只有10万丈，现在却有100万丈。难道意识空间和外界空间规则不一样？法天象地！我还怕你不成？摘星卓越手！怎么回事？明明是同样的碰撞，为什么这次我落于下风？战之法则，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不然混沌魔元越打越强，我迟早会输。降龙伏虎，天一真水，翻江倒海。去死！混沌魔元的实力早就远远超过刚开始的时候，再这么下去，即使我全力爆发，也占据不了上风，会被夺舍。九转玄功！
没想到盘古虚影对混沌魔猿的压制会如此之大，时机已到。混沌魔猿残魂包含的信息太多，必须赶快消化。吸收混沌魔猿的意识之力之后，我的意识变得更加强大了。更重要的是，我真的从中习得了战之规则，虽然只是一丝，但也足够恐怖。从我进入仙旷之地到现在，已经过去1年多了，必须赶快出去，不然不仅耽误人族炼制九鼎，还容易让我迷失在这个世界。呼，总算出来了。师傅，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快！为师从进去到出去用了多久？3天啊，还好时间没耗得太久。不过，混沌与洪荒世界的交界处，时间竟然是扭曲的，和天界、洪荒大地都有不同。师傅，里面都有什么东西？跟我说一下呗。你记住，千万不可进去，在此地好好修行。为师已经预估到你出去的时机了，只是如今我还有急事要办，就不耽搁了。好好修行。臣参见陛下。无魔元帅居然这么快就归来了，看起来还完好无损的样子。这叶枫该不会是在仙旷之地外围不敢深入，待了几天就回来复命了吧？爱卿辛苦了。混沌金瞳是否寻到？多谢陛下指点，幸不辱命，臣已寻到混沌金瞳。好，好，好！天庭的这一份功德之力是跑不掉了。叶枫不愧是我看中的爱将。乌木游回下界去了。如今爱妾寻到混沌金瞳，人族九鼎必成，人族自立，气运将聚。朕想让爱妾领伏魔军下界，代表朕和天庭支持人族，顺应天道。爱妾意下如何？臣领旨。好，事不宜迟，爱卿即刻下界吧。是。元帅对人族劳苦功高，不必如此。混沌金瞳已被我寻到，存放在玉瓶之中，如今交于人皇。有了这混沌金瞳，九鼎炼制指日可待。那宏大的意象，九州鼎的确不凡。九州鼎已成，但若要镇压人族气运，还差一步。还差哪一步？还差洪荒人族的精血，需要每人一滴。以人皇之名发布人皇圣旨，昭告洪荒人族。吾乃人族羽皇，九州鼎继承，需人族精血镇压人族气运。7日后午时，所有人族献出一滴精血，助九州鼎成。从此，我人族必将繁荣昌盛，生生不息。人族终于要彻底站起来了！
我人族在诞生之初便被立为天地之主，但起初弱小，在各大种族的夹缝间艰难生存。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族先辈努力，人族终于发展成为洪荒的大族。今日，朕携洪荒人族之力，共筑九州鼎城，镇压人族气运，真正成为天地之主，望苍天见之。大禹，就是真龙的血气，也没有这么旺盛过。人族总是无比团结奉献，正是因为如此，原本最弱小的人族才能互相搀扶，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惧怕豺狼虎豹，到今日遍布洪荒大地，真正成为天地之主。因为我在人族中实力最强，和我两世为人的缘故，我的信念在鼎中最为牢固，也最为坚定。我甚至感觉可以操纵这尊九州鼎。虚空生金莲，大地永灵泉。此乃天地意象，也是天地的馈赠。在场的许多人族都因灵气洗点和饮用灵泉的缘故，寿元增加10数年，也算是不虚此行。分阵呀！九州鼎彻底镇压住了人族气运，从此只要九州鼎不破，人族气运便可源远流长，永远繁荣昌盛，以天地之主人的身份世世代代的生存在这片洪荒大地上。这是功德祥云。大禹身为人族之皇，曾带领人族治理洪荒大水，又锻造九州鼎，以鼎镇压人族气运，让天地之主真正归位，理应获得7成功德。太清圣人在大禹治水中曾经赐下定海神针，定住东海，也算功德无量，故而如今分到1成气运。我也获得了1成功德之力，我只要心念一动，便可以此提升自己的修为。不过用来提升修为太浪费了，还是先留着，日后再用。3花聚鼎啊！看来禹皇是将所有的功德都用在提升实力上，竟然从金仙巅峰直接成就了大罗金仙，跨过了太乙金仙和天人五衰，正得洪荒逍遥位。太清圣人来了！是天尊和通天教主也来了。拜见圣人！人族从上古开始一路走来，几经波折，如今九州鼎镇压人族气运，人族必然兴盛。禹皇，你身为人族之皇，如今也该放心了吧？既然如此，外界灵气稀薄，你也去火云洞和其他人族之皇一同修炼。是，若是人族和洪荒无大事，就不要出来干预人族发展了。这些圣人为了遏制人族势力，可谓是煞尽苦心。3言2语之间，就强行给所有历代的人族3皇、皇帝定下了限制。火云洞修炼，非大事不得出，这不是囚禁是什么？大禹，谨遵圣人之令。陛下，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向沉稳大度的禹皇变成这样？愤怒、不满、倔强、无奈，甚至带着些许歇斯底里的疯狂。元帅，今后的人皇再无修仙道的可能了。那3位出手了。这3位圣人当真是视人族为蝼蚁，却忘记了他们都是以人族为基础创教，天道降下功德才成圣。人族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他们不在；妖族屠戮100亿人族炼制屠剑的时候，他们不在；4海龙族搅动大海淹死200亿人族的时候，他们不在。如今人族靠着自己
靠着无数先辈的汗与血站到这个位置时，他们来了。元帅，多说无益，朕去火云洞后，人族便拜托你照顾了。义不容辞。弱就是原罪，因为人族弱，没有圣人撑腰，才被这3位高高在上的存在以对待最族的手段对待。接下来，我必须更加努力修行，护卫人族。